看过神话书籍的读者都知道，在上古时期，天地还没有出现，宇宙是一团元气，就像一个鸡蛋，人们把它叫做混沌宇宙。很多读者认为混沌宇宙中没有生灵，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，因为很多神话书籍中都有先天圣人这一个说法。所谓先天圣人，他们诞生于混沌宇宙中，生于天地之前，拥有刀枪不入的金刚不坏之身，甚至能跟天地同寿。家喻户晓的盘古，他就是一个在混沌宇宙中诞生的生灵，所以天地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混沌宇宙中是存在生灵的，他们被后人称为先天圣人。相传混沌宇宙中有4个先天圣人，他们分别是盘古、罗侯、神逆和东皇太一。尤其是盘古，他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更是家喻户晓。在混沌宇宙中有一个龙首蛇身的巨人，他的名字叫做盘古。当盘古诞生以后，他不喜欢这混沌宇宙，便拿起手中的法宝，开辟鸿蒙，创造了天地。天地出现以后，盘古被反噬了，最终耗尽了毕生修为。不过也有一种说法认为盘古是以力证道了，成为了天道圣人。我们在这里从封神榜中的角度来分析，当天地出现以后，盘古身归混沌了，他的身体变化成了世间万物，而元神变化成了3个神仙，也就是太上老君、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，后来成为了红军老祖的弟子。盘古创造天地万物以后，还没有人族，这时候的世界叫做洪荒世界。在洪荒世界中有各种各样的神兽，并且这时候是神兽掌管洪荒世界。在混沌宇宙中有一个神仙叫做先天圣人，名字叫做神逆，是神枪的第1位主人。相传神逆也是一个龙首蛇身的巨人，实力跟盘古不分上下。他的神枪是一件混沌至宝，曾经打败混沌3000魔神，炼化出家喻户晓的诛仙阵。当天地出现以后，神逆成为了万兽之王，主宰洪荒世界。相传神逆有2个手下非常厉害，一个叫做史麒麟，另一个叫做祖凤凰。在洪荒世界中的飞禽走兽，分别由史麒麟和祖凤凰掌管。祖凤凰掌管天上飞的一切神兽，而史麒麟掌管地上的一切神兽。这时候的真龙，他们在洪荒世界中的地位极低，甚至会成为祖凤凰的食物，所以真龙只能躲在水里，成为了水中之王。混沌宇宙中有一个先天圣人，他的名字叫做罗侯。刚刚开始的时候，罗侯还是一个无名小卒，实力很差，但是他学会了吞噬法术，能吸收别人的功力为己用。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罗侯吸收了混沌宇宙中的3000个魔神，修为一下子突飞猛进。从此以后，罗侯坠入魔道，创立了魔界，成为了万魔之祖。经过129600年以后，罗侯发动龙汉出劫，打败了神逆，吞噬了洪荒世界中的3大神兽家族，尤其是吸收了祖凤凰和史麒麟，后来还吸收了真龙家族。经过龙汉出劫以后，这世间再无真龙，而四海龙王并不是纯血的真龙后代。罗侯在西方古印度神话是一个恶魔，相传为达耶提耶王毗婆罗吉提与达刹之女辛西迦所生之子。他又被称为行星、流星之王，西南方的守护神。他长有4只手，下半身为蛇尾，好为非作歹。罗侯是古印度人想象出来的一个黑暗星，用以解释日月食现象。依据古印度叙事诗《摩诃婆罗达》中所言，罗侯是古印度神话中的阿修罗。当年毗湿奴与阿修罗斗争了上千年，终于暂时讲和。由于天神与阿修罗在印度教中均仍处于6道轮回中，并非长生不老之身，二者协议搅动大海，获取海底的长生不老之水。毗湿奴大神变成巨龟潜入海底，其他神魔将曼陀罗山压在海龟背上，把婆苏吉蛇缠在山腰，以山作脚棒，蛇作绳索，搅拌着海。正当天神与阿修罗搅入海以致不死之水时，罗侯阿修罗乔装改扮，混在天神队伍里偷喝不死甘露，结果被日神苏利亚和月神索玛发现，向印度大神毗湿奴打了小报告。毗湿奴当即用神盘砍下了罗侯的头和手臂。
自从神溺陨落以后，魔族的实力日益强大。后来在昆仑山上出现了几个家喻户晓的神仙，他们分别是女娲娘娘和三圣皇，并且盘古的元神也开始长大了。后来女娲娘娘泥土创造出人类，成为了大地之母。从此以后，人族开始崛起，并且女娲娘娘有功德成圣，得到了天地万物的气运加持，也成为了一个先天圣人。女娲娘娘的先天圣人跟混沌宇宙中诞生的先天圣人不一样，她是在红尘中成为先天圣人，所以实力比在混沌宇宙中诞生的先天圣人厉害。后来女娲娘娘带领人族弟子征战魔族，最终打败了罗侯。当时罗侯得到了神秘的是神枪，但是此法宝被女娲娘娘打碎了，变化成2件法宝，分别是定海珠和斩仙飞刀，尤其是斩仙飞刀掉落在路亚道人的手里。东皇太一在混沌宇宙中诞生，他是盘古的好朋友。当天地出现有以后，他创立了天庭，因此东皇太一成为了上古时期的第1位天帝，也是最早的3界主宰。洪荒世界开辟不久，龙凤麒麟3族的争斗作乱洪荒，洪荒万族饱受残害。龙汉出劫后，3族族长纷纷陨落，太一和兄长帝俊趁机崛起，征战四方，统御洪荒万族，并称为妖族，开创上古天庭。太一称号东皇，帝俊称号妖皇，以周天星斗大阵和混元河洛大阵为上古天庭守护阵法。上古天庭的辉煌与权威笼罩洪荒，风头一时无二。后因10大3族金乌的顽劣，让夸父逐日而亡，后羿射日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，造成了本就不和的巫妖2族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。巫族首领12祖巫正式向上古天庭宣战，巫妖大战最终爆发。当罗侯打败神溺以后，吸收了洪荒世界中的3大神兽家族，后来又派出12祖巫去天庭大战东皇太一。从神话书籍来看，东皇太一毕竟是一个先天圣人，单凭12祖巫并不是东皇太一的对手，但是12祖巫竟然能召唤出罗侯的虚影，最终打败了东皇太一。不过东皇太一也让12祖巫陨落了。当东皇太一耗尽毕生修为，把12祖巫打到陨落以后，他也深归混沌了。东皇太一陨落以后，天庭也土崩瓦解了，最终3界无主。后来有2个神仙为了掌管3界主宰，在昆仑山上大战，打到天塌地陷，后来才有女娲娘娘炼尸补天的故事，才有女娲娘娘以功德成圣的机会。在女娲娘娘炼尸补天之后，3界的秩序开始慢慢恢复。女娲娘娘的伟大行为不仅修补了天空，还在众生心中种下了希望的种子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女娲娘娘成为了众生敬仰的象征，她的智慧和慈悲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生命。与此同时，3界中又涌现出许多英雄豪杰，他们在女娲娘娘的带领下，共同守护这片大地，抵御外来的侵扰。在众神和英雄的努力下，3界之间的关系逐渐和谐，人、仙、魔3族之间的矛盾也得到了有效的缓解。其中，一位名叫红军的先天圣人，以其卓越的智慧和力量，协助女娲娘娘管理3界，成为了维护宇宙秩序的关键力量。红军先生不仅在哲学和道德上有着深刻的见解，还精通法术，他的存在大大提升了3界的和谐与稳定。随着3界和平的到来，文明开始蓬勃发展，各种文化和知识在各族之间交流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繁荣。而女娲娘娘则被后世尊为母神，象征着创造和守护。她的故事被流传千古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向善向上，追求和平与光明的未来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